晚秋，晚秋，你放过我，放过我好不好？晚秋是我舔了许久的女友，在末日降临之后，她才勉强答应和我在一起。那一天，暴雨席卷全球。起初，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一场简单的雨，可雨一直在下，没有停下的意思。人们开始恐慌，抢夺、掠杀、逃命，所有人都在为活着而奔波。社会秩序彻底崩塌。为了争夺一瓶淡水，大打出手。49天过去，全球所有陆地被彻底淹没，人类陷入绝望。活下来的人不到全球总数的10%。信仰在此刻成为众人唯一的力量。雨终于停了，而我和晚秋从最开始的那场雨活到了现在。可我们除了一艘皮划艇、一个木碗、一把匕首，再也不剩其他。宝贝，你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了你而没有选择其他舔狗吗？看来你猜到了，你是所有人里最重、最健康的一个，而且还是个厨。只要把你做成腌肉，我至少还能再活10天。放心，到时候我会把你的心放在离我心脏最近的位置，就是这里，你看见了吗？这一切都会如你所愿，我们将永远在一起。你将完整的拥有我，而我也将完完全全拥有你。疯子，你就是个疯子。宝贝，你怎么能骂我呢？这不是你心底里的愿望吗？永远跟我在一起。刀伤没了，心脏还在。等等，这里是……我从床上坐起，拿起手机，发现时间竟然回到了2024年7月6号，末日还没到，我重生了。系统激活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空间背包，宿主每生存1天将会获得1点经验值，系统升级后将解锁更多功能。这一世有了系统，我要让叶晚秋感受比我痛苦100倍的经历。现在我要先网购些物资，我疯狂网购，下单了各种方便面、自热米饭、自热火锅等，还把华贝、黑条、某团等网贷都给薅了一个遍。1小时后负债50万，还不够，最好是把这一辈子的东西都给备上。我找出自己的房产证，打算用房抵押贷款。我拿着房产证走在街上，一个精神小伙主动找了上来。嘿，哥们儿，缺钱用吧？你有门路？走吧，兄弟，我带你找门路去。精神小伙带我进了一个茶楼的2楼就离开了。2楼摆着一张巨大木桌，木桌前坐着一个儒雅的中年男人。来客人啦，我是老板老田，客人快坐，尝尝今年的新茶怎么样？我拿出房本开门见山，说自己想贷款。贷款没有，不过卖茶倒是有。你把房子抵押在我这儿，我借给你钱，不要利息。不过作为朋友，你得在我这里买些茶。200万要买多少茶？这茶是今年的新茶，1盒1万，小哥买40盒回去尝尝。我同意了田老板的要求，就看到田老板起身走向茶室后面。我猜测他把放高利贷的钱放在这里了，决定等晚上没人了过来看看。多谢田老板了。胡忧，电影都快结束了，你人呢？抱歉，我马上就来。要不直接去玉坛吃饭吧？你不是一直想吃那家吗？我准备狠狠宰叶晚秋一顿，于是我装作要请客，把叶晚秋带到玉坛，拿出手机偷偷开始录像。野生大黄鱼2条，帝王蟹2只，小米辽餐4碗，白松露烤鸭4粒，2头溏心鲍4只。叶小姐，2个人吃着有些多了。没事，我弟弟今天没来，我给他打包带回去。宝贝，没关系吧？没关系的。太好了，最爱你了，木啊！上菜了，我一直坐着没动，直到叶晚秋喊我快吃，我才开始动筷子。饭菜很快就被吃完，叶晚秋喊来服务员让我买单。餐是那位小姐订的，菜是那位小姐点的，就连买单也是她喊的。你把账单给我干嘛？抱歉先生。胡忧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谢谢叶小姐请客，整顿饭我可都拍下来了。叶小姐，你是个网红，你也不希望这段视频被你的粉丝们看见吧？你和叶晚秋吃完饭后，我在街上晃悠等着田老板下班。我在茶楼外看到茶楼关灯，田老板离开后才敢使用系统打开茶楼大门。我打开手机电筒，到楼上找到田老板的保险柜，又把所有东西全部收进空间背包，处理好现场，往家的方向跑去。我打算回家收拾东西，买最早的机票去澳岛。发现家门口有几个壮汉。你就是胡忧？是我。是你就好，小子。叶小姐让我告诉你。我拿枪对准李莽的脑袋，李莽马上讨好的让我把枪收起来，有话好说。他今天让你们对我做什么，你们就回去找他做一遍。走，找那女人说道。时间宝贵，胡忧联系了机场，花了20万直接定制商务包机去澳岛。网约车开到机场，
空姐举着欢迎胡优先生的牌子在外面等着。是他，穆灵秀。他住在我楼下的27楼。上一世暴雨来临，他收留了不少底层住户，最终却被他们绑住手脚，为了换取食物而卖掉了。胡先生这边请，您将乘坐湾流距880航班飞往澳岛，万吉航空竭诚为您服务。一上飞机，我就因为劳累睡了起来。在我熟睡时，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我猛然惊醒，看向不远处的穆灵秀。恭喜宿主成功存活1天，系统升级，解锁新功能面板。姓名穆灵秀，性别女，年龄21，技能精通服务、精通急救、精通护理、基础消防、精通舞蹈。性格圣母、怜悯、讨好。好感度20，纯洁度98。我向穆灵秀招手，穆灵秀走过来。胡先生，请问有什么需要？我想买一艘大型游艇，你们能为我找到卖家吗？请您稍等。穆灵秀几分钟后拿着平板回来。胡先生，我刚刚跟公司联系了一下，我们高层正好认识一位澳岛富豪，准备出售游艇。游艇的售价高达21亿，我决定直接买下，帮我联系吧。拿一根金条换了30万的筹码，直奔赌桌。赌头子，如果我能看到里面的点数，那不就稳了？名称头中头字322。赌了一夜，终于赚够21亿了。胡先生，如果您有任何需要，不论是安保、住宿、旅游，都可以找我，我将竭诚为您服务。监视？不是的，胡先生，我们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。如果您在澳岛出了什么事，我们赌场的生意就不用做了。那就好。你知道哪里有靠谱的安保公司吗？当然。杨经理带我来到安保公司，给我找了几个保镖供我挑选。我挨个看完他们的面板，却没有满意的。正当我失望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正在打扫卫生的保洁。姓名沈山，性别男，年龄29，技能完美求生、完美搏斗、完美刺杀、精通驾驶、精通枪械、精通急救、精通游泳、精通越野、精通烹饪。性格女儿奴，义气、豪情、忠诚。好感度0。就你了。居然选一个废物保洁，这是侮辱，对我们的侮辱！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顶级保镖，真是浪费我们的时间。你想雇佣我，要答应我的条件：1，我要带着我的女儿；2，我要300万年薪；3，我要一套2室的房产；4，我要一辆越野性能好的车；5，我只做保镖应做的事情。没问题。沈山好感度加10。300万，老板选我，我才是最合适的。可以，打败他，我雇你们。沈山轻松解决一众保镖，就要去接自己的女儿。我写下自己的手机号递给沈山，下午1点前来找我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杨经理带我去进行了大采购，凡是我看上的，全部都买下。杨经理，刚刚我挑的那些东西，你每样都给我准备一车。好的，胡先生，我会安排人去采购。车行驶到赌场外，沈山牵着女儿布布在等着我。布布坐在轮椅上，看我下车，沈山推着布布过来。老板好。哥哥好。姓名沈布布，性别女，年龄7，技能精通卖萌、初级唱歌、初级演奏。性格乖巧、听话、懂事、好学。好感度10。布布，我们要去吃饭了，你喜欢吃什么呀？哥哥请你吃。真的吗？布布喜欢吃蛋挞、菠萝包、猪扒包、冰淇淋，还有巧克力。好，都有。沈山好感度加9。下午1点，我带着沈山和布布应邀来到港口看船。圣比亚斯号大型游艇前，穆灵秀和一个中年男人已经在等着我们了。我是万吉航空的总经理，我叫李威，还请您多关照。胡先生，请上船。李威带我们走到甲板会客室，詹姆斯突然光着膀子从甲板的泳池里窜了出来，沈山连忙捂住布布的眼睛，叫他闭眼，不准看。詹姆斯走到李威面前，今晚有什么安排？要不我们来开一场 party？ 詹姆斯，还是算了吧，你不是还有生意要谈吗？哦，真是糟糕。詹姆斯打量着我，不屑地问是不是我想买走他的圣比亚斯号。我面无表情地问他价格，他告诉我21亿，不讲价。我甩出一张支票递到他面前，给你，现在带着你的人离开我的船。这就是有钱人嘛！詹姆斯快速收起支票，找出一张合同，签好自己的名字，递给我。Boss， 签上你的名字，
钱属于我，船属于你。我签上自己的名字后还给他。詹姆斯亲吻之后，将其揣在西服内侧，大声招呼自己的保镖一起下船。走，去赌场。得了，原来是个赌狗，早知道直接跟他约赌桌上见面了，也免得这么麻烦了。我告别了穆灵秀和李威，然后开除了所有船员。整个港口终于只剩我、沈山和布布三人。我和沈山、布布一同站在圣比亚斯号大型游艇前。沈山现在对我的好感度还是只有29%，可惜时间已经来不及了。我蹲在布布面前，布布想看魔术吗？想看。哥哥要变什么魔术？布布可是很聪明的，一定能拆穿你的。那可不一定哦。布布看仔细了，3、2、1，船消失了。沈山和布布都非常震惊。我指向后面空空如也的码头，骄傲地问布布我厉不厉害。布布立即鼓掌，说我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人。哥哥好厉害，这是怎么做到的呀？魔术说出来就不灵了。要是布布想看，哥哥还能给你表演，就看你能不能猜出来了。好呀好呀。我带着沈山和布布一起走出码头，来到10辆货车前，用相同的手法把这些车子都收入空间背包之中。布布激动的脸都红了，沈山却欲言又止。我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看了他一眼。走吧，去机场。很快，我们就搭上飞机回到了金陵。我履行了承诺，给沈山买下我隔壁的房子，又去 4S 店全款拿下一辆巴博斯 G800。吃过晚饭后，沈山来到我家里，我正好在喝白酒，见他过来，还从空间背包掏出酒杯，给他也倒了一杯，招呼他一起喝。来，沈哥，想问什么？我给你3次机会。老板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如你所见，一个男人。如果只是这种问题，那你可就辜负我对你的期待了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保护我的人身安全。作为交换，我同样也会保护你以及布布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想清楚再问。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目的不过是活下去罢了，在即将到来的末世里，好好的活下去。7月13号晚上7点，全球范围内将会同时降下暴雨，暴雨持续49天，49天后，整个地球将化作一片汪洋。我从空间里拿出了很多东西，告诉沈山这些都是我为末世即将到来所做的准备，就连他也是我的准备。你如果觉得我疯了，或者不愿意继续保护我，你现在就可以离开。如果你愿意留下，以后我们就是兄弟，只要我有一口饭吃，就绝不会少了你和布布的一口肉。沈山沉默了，举起酒杯和我碰了一下，但没有喝，反而告诉我这杯酒他先不喝。5天之后，如果暴雨落下，我们再喝这杯酒；如果没落下，我也会按照合同保护你1年时间。别怪我，我要对布布负责。我与他碰杯，将2杯酒都收入空间背包，答应了他。沈山的好感度加9。先说正事，这东西你能找到吗？可以，看老板你要多少了。我想了想，我、布布、沈山、未来船长和医疗队配一身，额外400倍，800应该就够了。于是抬手给了个8。东西没问题，不过需要一些资金。那简单，卡里还有1个亿，你看着花，反正再过几天钱也不叫钱。老板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老板之前的物资都是用车计算的，区8卡车厢，当然没问题，搞就完事儿。不过老板，东西有些多，到时候你可能需要来边境接我一下。我心想，8把枪好像确实有，于是答应了他，起身回卧室睡觉。第2天一早，布布就在我家门外敲起了门。我听到声音，连忙起床去给他开门，还顺手拿起桌上的纸。老板，我先去搞东西去了，布布就拜托你照看1天，明天早上等我消息。靠，这老沈真是太不负责任了。哥哥早上好，哥哥吃早饭吗？布布来帮你做好不好？你在家都是自己做早饭吗？是呀，爸爸有时候不在家，都是布布自己做的。真棒，布布，哥哥想带你去医院看看腿，你愿意一起去吗？不用了，哥哥。爸爸带我看过很多医生，都说布布的腿很难康复的。布布，你愿意再尝试一次吗？布布怎样都可以的，只要不让爸爸再哭就好了。我震惊了，老沈那个糙汉子还会哭啊！下次找机会给他录个像，也能算是末世里的消遣。我包了一架飞机飞行，有超能力在许诺给协和镇一栋新的住院大楼的情况下，整个郁金的骨科、神经科、中医主任医师都聚集在一起开研讨会了。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能治。我反对，病人还太小，如果用这种治疗方案，有很大可能死亡，
就算是成功，随着身体的增长，它也会出现许多隐患。可这是最快的办法。我们当然也想等到她18岁，这是病人家属的要求，越快越好，必须要在5天之内完成手术，让小女孩站起来。为什么？还能为什么？步步倒是能等到18岁，你们可等不到啊！这是我的要求，如果这个办法行不通，就再想别的方案。小肖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倒是有一剂古方可以试试。小姑娘的病情是子弹击中脊骨，导致下半身神经受损，半身瘫痪，左右腿骨也被子弹击中，还好处理及时，依旧处于生长状态。如果能长时间用中药、针灸缓慢刺激神经修复，再辅以膏药配合，或许能令她慢慢站起来。姓名：萧子苏，性别：女，年龄22，技能：完美问诊、完美按摩、完美药理、完美针灸、完美正骨、完美药膳，精通制药，精通心理，精通古文，精通采集，精通地理，精通烹饪。性格：怜悯、人心、腹黑、睚眦、好奇、八卦，中2，纯洁度100，好感度0。这简直就是完美的6边形奶妈，难怪她能在这个年纪坐在这个研讨会里面。不过她的性格是怎么个事儿？人心和腹黑也能出现在一个性格里。作为一个中医生，我知道你不愿意相信。我相信，就选你的方案了，还请萧医生帮我。散会后，会议室只剩我和萧子苏。我对萧子苏说，我有个小提议，希望你能答应我。我告诉萧子苏，如果他能答应跟我一起回家去给布布治病，任何条件都不是问题。听说你给协鹤捐了一栋楼，我想让这栋楼的前面加上中医2个字。没问题。那我也没问题了。我愣住了，但萧子苏已经开始收拾东西了，我怕他不知道情况，连忙告诉他我家在金陵。我闻到飞机上的味道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现在就一个愿望，重铸中医荣光，就从搞到中医大楼开始。行吧，那个药材呢？怎么准备？那古方上的药材在外面可搞不到，不过我家有药材库，收你个成本价就行了。我先去收拾，你们在楼下等我啊，我开车带你们过去。我带着布布到楼下等萧子苏，一辆黑色的车从车库窜出来，停在我们面前。车窗落下，萧子苏打开了电动后备箱门，正穿着 JK 制服和我们打招呼。我有些不敢相认，萧子苏居然有2副面孔。走啊，上车。萧医生，叫我子苏就行。布布，又见面了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医生了。以后就多谢子苏姐姐照顾了。小事儿。我把布布抱上车后座，将轮椅收进了后备箱，自己也坐到后座，出发了。我看萧子苏脸上的眼镜消失了，便问他怎么没戴眼镜。假的，为了让自己更好获得病人及其家属的信任，就像那些个大叔的地中海发型一样，用来增加 buff 的装备而已。可人家那发型是永久性佩戴的，你这就真的只是一件装备而已，差距也太大了些吧。萧子苏开着车一路来到玉京郊区，那里有一个小型仓库。萧子苏打开了仓库门，我震惊地看着一仓库的药材，光是专门存放中药的木柜就摆了10架，木柜还都是上百年的老材料，地上还有好几十缸药酒。我不由得怀疑萧子苏是出身中药世家。子苏啊，如果把你这一仓库的药都买下来，得多少钱呀？萧子苏告诉我，这些药材都是他家里传下来的宝贝，多少钱都不卖。我犯了愁，又问他能不能搬去金陵，把中医发扬光大。这就得看我爸的意见了，不过他现在人在窝岛交流。他老人家什么时候回来？早着呢，等1个星期以后吧。1个星期以后，窝岛早就被海啸淹没了。萧子苏都已经是6边形完美奶妈了，天知道萧父萧母得是什么级别的存在。我决定趁萧子苏搬药材去车上的时候，偷偷用空间背包先把药材带走，再想办法把萧父萧母接回来带到船上去。我联系了回金陵的包机，巧合的是空乘人员中又有穆灵秀，我想到了她的圣母属性，向她抛出了橄榄枝。穆小姐，不知道你考不考虑换一个工作？请问您打算雇佣我做什么呢？照顾布布，如果你答应，条件可以随你开。穆灵秀犹豫了，我让她好好考虑，今晚之前给我答复。很快，飞机降落金陵，萧子苏跟我一起回了小区。电梯门口，我们迎面撞上了叶晚秋。叶晚秋看到萧子苏身上的名牌，以为我是傍上了大款。哟，这就是你找的富婆吧？难怪能买下整层楼呢。关你屁事！你到底出不出去？不要在这挡路。姐妹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这家伙就是个打肿脸充胖子的渣男。你要是跟他在一起，
可注意别被他骗了。叶晚秋似乎也有什么事情要办，阴阳了2句，没有过多纠缠，侧身走出单元门。晚饭后，我接到了沈山的电话。老板，东西搞定了，我在金角万安山等你。好，我来了。我拜托萧子苏暂时照顾下布布，立即离开了。可我不知道的是，就在我坐车驶向机场的同时，一辆大奔也停在了小区外。田老板和李莽接到叶晚秋的通风报信，去了我家。飞机上，随机接待我的依旧是穆灵秀。到达金角机场，我正准备离开，手机里却弹出了一则短信，只有一张图片，却让我顿在了原地。萧子苏和布布竟然被绑了。电话响起，我立刻接通了。胡先生，你还真是难找啊！你是田老板？胡先生很聪明，应该知道我是为何而来。东西我可以还你，不过我现在在外地，需要7个小时回来。好，就7个小时。江河制造厂，我等你。如果你不到，我会杀了他们。电话挂断，我立刻让穆灵秀去帮我租一辆直升飞机，又给沈山打了电话。沈山得知布布出事，对我的好感立刻扣了20点。我乘直升飞机到了万安山，只身一人爬绳梯降到了地面上，正准备向沈山道歉，沈山却十分冷漠。先去把货收了，我们再赶回去。沈哥，你说的货在哪儿？沈山将手电筒往后一扫，灌木丛下8辆卡车齐刷刷的排成一列。我愣住了，我不是只要了8杆枪吗？愣着干嘛？赶紧收货，这些够了吧？沈哥，我不是说就搞8把枪吗？爸爸，这个8不是8车的意思。谁家好人搞8车军火啊？不过有这些东西也够救布布了。沈山却说不够，他抱起我冲向直升飞机，还一边向我确认我是不是想多雇些保镖。得到我肯定的回答，他拿起卫星电话开始摇人，每一通电话他都告诉了对方布布出事了。直到最后一通电话挂断，他看向我，主动向我解释，其实布布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我们小队一共7个人，在一次执行境外任务时，队长为了保护我们而牺牲，布布是他唯一的亲人。后来我们被开除军籍，我带着布布躲到澳岛，想着凭自己挣钱让他重新站起来，可没想到在保镖公司不受待见。沈山告诉我，如果觉得他们父女太麻烦，现在还能反悔。我当然不会反悔，立刻承诺了他。系统提示我，沈山的好感度加20。又过了半个小时，12点到来，系统将再次升级了。恭喜宿主成功存活3天，解锁新功能生存盲盒。在金陵机场，我见到了沈山的其中2位队友，李志和苏子龙。2个面板同时弹出在我眼前，苏子龙竟然拥有史诗级技能，比沈山还要高一个等级。我立刻心动了。山哥，你怎么把这家伙也找来了？我不来，靠你们就步步吗？好了，不要吵架，先说正事。这位是我老板，我现在是他的保镖。这次被绑架的人除了布布之外，还有他的一位女性朋友。系统，苏子龙的好感度减10。所以说，布布这次被绑架是跟他有关。一股寒意猛然向我袭来，我打了个寒战。沈山眉头一皱，挡在我面前，说先去救布布，其他的事情之后再说。苏子龙不满，说沈山要做人的保镖，布布交给他照顾更好。又一声音响起，一对双胞胎缓缓走来，正是沈山的队友赵忠、赵毅。就你也不怕把布布养成了自闭症？自闭症，哥，交给他养，布布能不能活到成年都不一定。虽然4人心不齐，但沈山一声令下，还是听命执行任务。我有些奇怪，沈哥分明打了5个电话，这怎么才4个人？可他们却像是很相信余下一人，甚至觉得有他一人出手足矣。江河制造厂内，我终于见到了沈山团队的最后一人安仙儿，他的技能竟全部达到史诗级别。我们到达时，战斗已经结束，田老板一群人正被五花大绑的丢在一起，布布和萧子苏站在一旁。沈山拜托我照顾布布，自己去和队友聊天了。半晌，他们才重新回来。你说末世要来？没错。末世，胡老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问题太多，只能回家再说。眼下，我先向田老板求证了我心中的疑惑。得知是叶晚秋给他通风报信后，我要求田老板从今以后住在叶晚秋家旁边，不许他离开这个城市半步。田老板赶紧答应了。凌晨5点回家后，我简单的给他们说明了情况，还拿出黄金分给他们。苏子龙不相信，当场离开了。萧子苏第一个说加入，说完就去睡觉了。李志、赵忠、赵毅3人与沈山一样，等7月13的暴雨再做决定。安仙儿却有些不同。仙儿，你怎么决定？能吃饱不？绝对能。安仙儿留下了，我给他们分派了需要去采买搞定的任务。轮到安仙儿时，沈山告诉他只需要负责保护我和布布的安全就行。安排完毕，回到房间，我终于有空掏出今天获得的那一枚黑蛋，随手敲开，一道蓝光骤然绽放。恭喜宿主获得技能书精通品鉴美食。我觉得没什么用，但还是选择了使用，接着便到头就睡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被一阵药膳的气味吸引醒来，其中还夹杂着一股奇怪的香味，
仿佛就在眼前。我睁眼一看，竟是安仙儿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山哥让我看着你。可你也不至于这么看着啊！安仙儿应了声，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副墨镜戴上。我无奈翻了个白眼，也不敢多说什么。走出卧室，萧子苏和布布正在吃饭。我坐了下来，安仙儿站在我身后没动，直到我开口，她才坐了下来。今天我听我爸说，有个胡姓老板找他来金陵看病，想让我去看看，说的就是你吧？是我这不也是为了你们家人团聚吗？你打算怎么跟他们解释末世到来的消息？简单呀，给他们办个楼层高点的酒店，等末世到来再开船去接不就好了。饭后，穆灵秀也来上岗了。他看见安仙儿和萧子苏以后，突然接受了自己要当保姆的设定。不管胡友怎么说，他就要定了不叫胡友老板，而叫老爷。对布布也称呼为小姐，那口吻活像个霸道总裁文里的老妈子。有穆灵秀照顾布布，我安心带着萧子苏和安仙儿出去采购，扫空了附近10几家店，才开着我的巴博斯G 800回到了小区楼下。小区居民们议论纷纷，说我是被人保养了。就在这时，人群中突然窜出来一个小男孩。奶奶，我要这辆车，给我买，给我买！我的乖孙子，好好好，奶奶这就给你买哈。哎，小胡，你这什么车？我也想买一辆，在哪儿买的？奔驰 4S 店，你去问他们吧。汪大妈愣住了，没看出来这个 B 车标哪里像奔驰了。我打开后备箱准备拿东西，小男孩突然一跃而起，窜到车顶上打滚。奶奶，我要这辆车，给我买，给我买！好好好，奶奶给你买哈。小胡，你也别诓大嘛，我家孙子看上你的杂牌车了。20万够不够？先把车钥匙给我，明天来找你办过户，到时候把钱给你。我不想和他们多说，让安仙儿把孩子抱下车，小男孩却立刻开始乱踢哭闹起来。汪大妈也吆喝着我们欺负人，越来越多的人赶来吃瓜。我终于不耐烦了，打电话给田老板来处理。回家后，我给安仙儿安排了一个房间，可我走到哪他就跟到哪，我只能躲到厕所给沈山打电话。喂，沈哥，你那边进展怎么样？很顺利，你打电话有什么事情吗？我简单把安仙儿造成的困惑说了一遍，沈山也没办法，仙儿只听一个半人的命令，沈山只能算半个。还有一个是布布的父亲，可惜已经牺牲了。挂断电话，我顺便掏出刷新出来的第2颗黑蛋。恭喜宿主获得普通仙豆1颗，服用后可产生饱腹感，持续补充1个月内所需要的各种能量。我正把玩着仙豆，门口突然传来敲门声。我收起仙豆，走到门口，凑到猫眼前一看，竟是苏子龙。他来干嘛？我打开大门，苏子龙的招呼还没打完，已经被安仙儿一个过肩摔在地上，甩手一拳砸在他眼眶上。我不是来打架的。那你来干嘛？我是来加入你们的。苏子龙调查完我后，终于信了我的末日言论。他带着诚意来找我合作，说会在3天之内帮我把整栋楼的监控以及这层楼的5横系统安好。我答应了他。距离暴雨降临还有72小时，沈山他们为我搜罗到特别多资源，除了淡水、燃油，甚至还有活物。其中一个卡车里塞满了除了鱼以外的家禽家畜，我无法收进空间背包。大哥，你搞这些东西来干嘛？当然是养殖啊，我看过了，船上还有很多空余位置，正好可以用来养殖这些。如果我们找到陆地，也不用担心坐吃山空。你赢了，不过在末世降临之前，我们怎么处理这些东西？沈山眼睛一转，立刻决定安排李治他们与鸡鸭同住，顺便喂养鸡鸭。我竖起了大拇指，狠还是沈哥狠。我们趁着夜色将家禽家畜运回了顶楼的空房间。没想到第2天，小区楼下就拉起了红色横幅，一群大爷大妈聚集在一起反对城市猪圈，要畜生滚出小区。我看了下闹事的人群，让沈山下楼处理。沈哥，你是不是搞了一些火腿？大概有一共1000条，怎么了？挑50条出来，下去告诉他们，明天这个时候，每个人都能领取半截火腿，就当是我们的封口费了。沈山的好感度+1。好嘞，老板，你人还怪好的嘞。沈山回应一句，转身就筹备去了。我熟练地钻进厕所，甩开安仙儿，取出刷新出来的黑蛋敲开。恭喜宿主获得精品礼泉+1，服用后可治愈部分外伤，具体效果是伤势而定，不会与任何药品产生冲突。苏子龙应约为我处理好了监控和5横系统，甚至还带来了半卡车服务器和半车无人机。可是安仙儿见到他却又一次揍了他。我沈山告诉我，这是历史遗留问题。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队长吗？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队长的死和子龙有点关系。
而仙儿又是队长曾经收养的女儿，所以在他身死之后，仙儿就立下一个誓言，只要看见子龙一次，就会揍他一次。原来如此，苏子龙起身恶狠狠地看了安仙儿一眼，什么都没说，继续干活去了。我收好了服务器和无人机，内心突然出现一个新的想法，我带着苏子龙、沈山、安仙儿驱车来到紫金山，想试试能不能把山收进背包中。可是距离末世暴雨降临越来越近，山上还有不少人，我心中又不忍起来。沈哥，你去买伞，越多越好，越带越好。还是按老规矩买。一车就差不多了。我雇了很多人把买来的伞分发给了山上的众人，希望他们也能活下去。7点整，暴雨如约而至，人们打着伞从山上开始逃窜。我坐在车里，将刚刚抽到的防水涂层用在车上，顺便掏出手机拉了个群。雨越来越大，已经过去1个小时，现在山上还没下来的人都已经下不来了。我推门下车，将手放在地上，闭上眼，心念一动，紫金山被我收进了包里。雨越下越大，越来越多的车子都开始罢工。我的车无视积水，在雨中狂飙，我又如法炮制将其下山收入背包。等回到家时，地下车库积水都快到80厘米。回家后，我洗了个澡，出来正好听到电视的声音。据悉，全球范围内开始大面积降雨，多地降雨量打破世界纪录，还请民众不必过分担心。有专家称，这场降雨是气象武器的研究结果，最多3天暴雨就会停止。目前还没有国家承认此事，还请各位暂时居家，非必要不外出。众人都没有说话，我走到餐桌前，取出那碗上的白酒，给除了布布以外的每人都倒了一杯，并亲手放在他们面前。各位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别的话我也不多说，只说一句，喝了这杯酒，我们一起活下去。此时，监控住户群里已经闹翻了天，1楼的房间已经全部被淹，许多人无家可归。我看向了穆灵秀，上一世他收留了许多人，下场简直不要太悲惨。老爷，您看我干嘛？没事，那些人好可怜，你说我们就不救他们了？一切听老爷的，如果老爷同意，可以把他们安置在我的那间房。那还是算了吧。试探结束，我发现穆灵秀的圣母病还有的治，心情又愉悦起来。可好心情没能持续太久，群里又有动静。我记得28楼的小胡不是买了不少房子吗？让他匀一间出来，先让邻居们避难呀。哎呀，我家位置也有限呀。我记得汪阿姨您家就只有2个人吧？要不你收留一下？那怎么行？我家里可不喜欢别人来，你把他们一起收留了，住客厅不就好了？真好笑。我转头看向苏子龙，让他黑了汪大妈家的网。很快一个消息就从业主群里弹出，实在不行你们就来我家，我给你们开门。田老板向我求助，我戏弄了他一番，拉黑了他。汪大妈迫于压力，还是接收了底层邻居，可是家里却鸡飞狗跳起来，不仅不把邻居当人，还和孙子在家里当起了皇帝。我却从他们家发现一个上辈子的变态。恶人自有恶人磨。监控里，我又注意到另一个画面，有一个坐着轮椅的中年男人来到楼道，戴着口罩和墨镜，在叶晚秋的推动下，开始挨家挨户的敲门。每敲开一户门，他就会将一张纸条递给对方。我放大监控，发现上面只有8个字：想活下去就跟我来。田老板拿出了所有粮食，聚集中底层住户，想要煽动他们一起来向我和高层住户施压。我们敲门，用钱购买我们需要的食物。他们要是愿意卖，那个自安好；如果不卖，那我们暂时住一下他们的房子，这也在情理之中。就算是暴雨在2天后停下，我们也说得过去。这田哥不好吧？大家都是街坊邻居的。什么不好的？田哥这叫先礼后兵。难道你们就甘愿看着自己的老人和孩子挨饿吗？田哥，我跟你干，只要能让我爸妈有地方住，有东西吃就行。中午12点，28楼的众人开始吃午饭的时候，田老六等人已经来到7楼，集结了超过40人。餐桌前，众人一边吃饭一边看着监控。老板，就放任他们这样，真的没事吗？没事，这算什么？待会儿只会更乱。现在掺和进去，只能惹一身骚。我看了一眼时间，12点05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马上应该要断电了。7月14号中午12点06，水位线到达3.7米，全世界超过90%的电力系统停摆。暴雨在昏暗之中继续落下，尖笑、恐惧充斥着整个小区。下一秒，无忧囤积的供电设备开始运转，电力恢复，服务器重置。10秒钟后，监控画面重新出现在屏幕上。沈哥，开下灯呗。好的，老板。沈山回了一句，打开主灯。猛烈的光亮瞬间吸引了整个小区的目光，小区里的所有人都掏出手机，想要在业主群里发问，可很快他们就发现网络没了。10分钟后，
直升机的轰鸣声和广播声在众人头顶响起。因连夜暴雨，金陵电力系统、供水系统、燃气系统、通讯系统尽数停摆，相关部门正在抗灾抢修，还请不要慌乱。7楼，田老六在维持秩序，可众人的理智已经开始崩塌，根本听不进去一个残废的话。直到一声枪响炸开。我还是喜欢你们一直保持安静。现在我发布第一个命令，李莽，你带着10个人把楼下所有可用的物资都往楼上搬，其余人跟我走。是，田哥，我们搬到哪去？往楼上搬，越高越好。田老六也清楚，这场雨可能停不了了。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众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间，先获得绝对优势，再慢慢找胡优算账。与此同时，还有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。叶晚秋摸黑离开人群，开始一路朝28楼跑去。叶晚秋把手电筒一抬，看见眼前的合金大门，整个人当场愣住。合金大门，这门他只在银行保险库里见到过，别说撬了，就是拿 C4来炸都不一定能炸开。叶晚秋整个人扑了上去。胡优，是我，你开门呀！我知道你能听见的，连这种门你都安上了，我不信你没安监控。我只是想跟你聊聊，连这都不可以吗？门上一块屏幕亮起，我手边放着半杯西瓜冰沙，整个人缩在沙发里，用平板玩着开心消消乐。聊聊，你是想聊水浒还是聊三国呀？正好在吃下午茶，你开个头，我跟你聊5毛钱的。叶晚秋说，只要我能收留他，他做什么都行，还告诉我田老六会撬锁，有枪。为了让他身败名裂，我让苏子龙把叶晚秋来找我的画面在所有楼层内循环播放。田老板，叶晚秋背叛了我们，该死的家伙！还有胡优，我打听过了，胡优家里有10个人，炖了不少资源，还买了1艘船。再等等，我们先占据最接近水面的楼层，等到他们把28楼囤积的食物吃完去找船，再切断他们的生路。田老六为了节约粮食，精简了自己的队伍，把没用的人都绑了起来，剩下的20个人被他分散在4到7楼的所有窗口处，监视众人。清晨，我和众人正准备吃早餐，门又被敲响。我调出监控一看，竟是汪大妈，她已经开始带着她的队伍挨家挨户的搜集口粮了。小胡，我知道你在，赶紧把吃的东西交出来！你往我家里塞了那么多人，别想着什么也不管。我打开视频，将镜头对准桌面，待对方看清楚桌上的东西之后，才佯装给错了镜头，连连道歉。哎呀，是汪大妈呀，您找我什么事？赶紧把我要的东西都拿出来，还有你桌上的那些都给我带一份出来。我孙儿可在长身体呢。我们吃的东西也不多了，我这也在长身体呢。你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挂断视频，我开始享用早餐，耳畔还不断传来汪大妈暴躁的敲门声。这都16号了，他们家的食物肯定已经消耗殆尽了，食物逐渐减少。汪大妈拿着菜刀，逼迫底层住户出去找食物，不然就得离开。底层住户中只有李强、李富和张思3名男性，无奈只好将老幼妇孺留下，自己出去寻找食物。你们说，这雨如果不停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不会的，上面都说了，晚上7点就能停，我们只需要等着就好了。这雨要是真不停，我们也只好学楼下的田老板了。见他们有异象，我主动打通了楼道里的视频，告诉他们，如果他们想好了，我可以为他们打开汪大妈家的大门。晚上7点，窗外的暴雨依旧持续不休，广播没再响起，众人的希望落空了。见李强3人找我，我如约为他们打开汪大妈家的大门。众人都十分不解，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我说出了前世恩怨，我做过一个梦，梦里在末世第22天，楼里存活下来的人在28楼找到我，把我当成2脚羊储备着准备吃掉。如果不是后来被游艇上的人救起，或许我已经被炖了。所以你是重生了，对吧？什么重生，就是梦而已。不过就算是梦，我也绝不会放过那些拿我当羊的人。我要活下去，同时也绝不会让他们好好活下去。李强3人很快制服了汪大妈和孙儿，还找到了藏在房间里的火腿。他们决定从窗户下楼去获取更多食物。洗劫了几户人家后，李强拎着半只火腿来找我了。我没有帮他，被拒绝后，他转身又去找了田老板。田老板，我是来找您合作的。28楼的胡老板曾给我们小区里的人送过火腿，我们这栋楼里像这样的火腿至少还有20条，抢下来的火腿我们5分。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不过李兄弟，这门我们可打不开啊。门我有办法，得到的淡水和火腿我要1/4。成交。田老板等人一路抢劫，成功占领了27楼。
并决定从天台降下去，攻往28楼。与此同时，28楼的麻将活动已经进行到了尾声。萧子苏连赢几把，开心之余又有些担心父母。虽然他给父母留下了足够的水和食物，甚至还有武器，但依旧想早点接回他们。这水位线也涨到差不多了，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啊？酸雨不会持续太久，第9天就会转换成正常的雨水，再过4天我们就走了。结束牌局，我照例去看了一下监控，发现李强和李莽正在将大量布料制作成绳索。现在外面还下着酸雨，什么地方能值得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？我略微思索，知道今天晚上有人玩了。李强和李莽爬到我窗外时，我正在吃西瓜，看着他们惊恐的眼神，我用无人机将他们打落下去。可李强却没有死，他惊恐地以最快速度游进了楼道，仿佛身后跟着什么东西。水下有东西。李强刚刚应该看见了什么，去问问他。我现在就下楼把他带上来。不用，用监控就行。上辈子我从未下过水，也不知道下面有什么东西。我打开监控，看见李强整个人缩在通道一角，身子不停颤抖，像是经历了什么大恐怖一般。李强，你看见什么了？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怪物。李强抬头看向视频里的胡优，眼珠渐渐泛红，他的身子突然停止颤抖，而后猛然一个闪脱，屏幕被破坏了。丧尸，你在梦里也见过这种东西吗？我摇头，要是知道会有丧尸出现，我哪里还会待在这种地方？直接坐飞机就到最近的无人小岛上生活了。要不还是我下去看看？不用，目前来看，这东西应该具有传染性，而我们又不知道它是依靠什么传播的，还是小心一点好。我与众人通过其他监控继续看着李强往楼上走去。很快，他就碰到了同伴，同伴没有防备，主动和他打招呼，李强却直接扑了上去，一口咬下。其他同伴尖叫着跑开了。破案了，这玩意儿一定是丧尸。胡老板，你看能不能帮我个小忙？你先说说看。在确定了传播途径后，我想捉一只来研究研究。众人看向萧子苏的眼神都有些不一样了。萧子苏却说是为了中医药的发展做贡献。我答应了他，操控着监控画面，反手将李强所在的楼层监控转播到了其他楼层。一时间，人心惶惶起来。监控中，田老六拿枪打了李强4拳，可李强不仅没死，身上的弹孔还能修复。我见李强吃饱后就不动了，认为他暂时不会对我们造成影响。可小队里的双胞胎弟弟赵毅却还想说什么。众人去休息后，房间里只剩双胞胎兄弟2人。哥，你拉我干嘛？那胡老板真是一点人性都没有。食物不足，不收其他人上楼就算了，现在下面多了个怪物，他也不管的吗？不是不管，而是管不了。弟，咱们2兄弟能在末世里无忧无虑的活着，就该听胡老板的话，不要想着去多管闲事。屁话，下面那么多无辜的人，我能看着他们饿死，因为食物不是我的。可我不能看见他们被怪物杀死，因为我明明有能力拯救他们啊！苏子龙突然出现，挑衅地说可以放赵毅出去。赵忠连忙将弟弟拦了下来。几人争执时，我也走了过来，后面还跟着安仙儿。我说过的，你们随时都可以离开，我绝不拦着。好，谢谢胡老板理解，等我回来，我一定。什么回来？赵毅，你不会觉得你从这里出去了还能回来吧？不回来就不回来，胡老板后会有期。赵毅打定主意不再跟着我这没人性的家伙，要一个人去当其他人的救世主。我给了他把 AK， 只留下3颗子弹。以他的枪法，完全能够把李强爆头。我知道，只有他亲眼去看了，才知道人性到底是什么。赵毅确实厉害，很快就收拾了怪物李强。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，缺少食物的事情没有解决，楼下的人又开始煽动他来找我要食物。你不是从楼上下来的吗？楼上有多少东西你最清楚，把那几头猪牛给牵下来，够我们吃好2天呢。是呀，你不是有本事吗？去要啊！赵毅被迫上楼，我给了他1头猪，换来了沈山和赵忠增加10点的好感度。可赵毅知道，这种热闹只是暂时的，一旦猪肉吃完，他们又将面临新的困境。猪肉还没吃完，怪物病毒先一步传染开了。当时处理李强尸体的人明明戴好手套、口罩，可却还是被感染了。田老六为了资源，将他们引到28楼合金大门前，我很快又将他们引回楼下。叶晚秋又出现了，他红光满面的跟在田老六身后，像是过得很好。28楼肯看在赵毅的面子上给1头猪，那我们绑了赵毅，让他们去灭掉那2头怪物，也不是难事吧？叶小姐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不是赵毅的对手。你们不是，可有东西是呀？合金门他们打不开，人总能打得过吧？众人心思又活络起来，想要让赵毅和怪物肉搏。那一刻，赵毅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人性。生米恩，斗米仇。
赵毅看向13楼的摄像头，向众人挨个道别。众人慌了，都明白赵毅想做傻事，立刻打开大门冲了出去。赵毅只留下一句“我对不起你们”，转身便跳进了水里。可下一瞬，他又浮出来，满脸惊恐，不断朝着其他楼栋游去。竟有一大片黑影正紧跟赵毅身后。我立即冲到阳台，从空间里取出一发 RPG， 对准赵毅身后的水面。赵毅活了下来，但他没有回来，反而游远了。赵毅不想死，他应该是发现了什么。3栋下面绝对有什么东西，要不我下去看看。如果你想变成李强那样的话，尽管去。苏子龙耸了耸肩，不再说话。我的目光重新落在监控上，太久没有食物，楼下的人已经开始暴动起来。一个年轻人杀掉了田老六，因为田老六曾经为了生存牺牲掉了他的母亲。遍地尸体，眼看众人饿得就要吃人了，年轻人制止了众人的行为。等等，这是我刚刚捡到28楼飘下来的纸条，上面写着凭此票可携带任意人数加入船队，享食宿无忧，食人者不可用。你们说这会是真的吗？众人笑了，不吃肉谁能活下来？很快，一大锅肉食被众人分食完毕，只有那名年轻人不愿上去，可他马上又被吃饱的人挥刀相向，接着是老年人、体弱者。哟，缩头乌龟啃下来了，我以为你们的食物还很多呢。赵毅用生命换来的信任，被他们当成了盘中餐，现在他们还想要更多。有没有船？跟我下楼就知道了。没问题。我们没有硬闯，苏子龙操控无人机将楼下的2头怪物引到楼上。整个过程悄无声息，中年男人他们并未察觉。他们应该没子弹了，准备动手。他一定以为我们枪里没了子弹，才不敢正面硬刚。他不知道，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他。怎么不走了？中年男人启动电锯，准备动手。我用 RPG 轰开了墙壁，14楼的墙面瞬间炸开一个大洞，外面的狂风暴雨涌入。中年男人和他的手下全部惊呆在原地，气不之外枪快，气不之内刀快，可他没算到我还有这玩意儿。我拿出 RPG 分给沈山他们，开始对着楼下的水面狂轰滥炸，请出水下攻击。中年男人不死心，提着电锯冲向李智，给我滚！我取出海洋之心，一艘100米长的巨型游艇凭空出现，静静地停靠在楼下，自动舷梯伸出，精准地搭在14楼的破洞边缘。中年男人和他手下倒吸了一口冷气。我和沈山他们一起登上游艇，当所有人和物资都上船后，舷梯缓缓收回。带我一个，带我一个。老大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他们房间里面应该还有剩下的物资。他们想起了28楼还有我们剩下的物资，疯狂冲上楼，却只看到一个被搬空，连墙壁地板都被拆掉的空壳。到处都是求救声和呐喊声，几个人甚至直接从窗口跳下，想跳到船上，却直接坠入水中，瞬间消失。我看见了人性，也看见了绝望，但我知道我救不了所有人。你给伯父伯母定的是几楼来着？顶楼，怎么了？你这下还真是哄堂大笑了。为了找到萧子苏的父母，我用船票作为奖励，让酒店底层的人把所有幸存者都召集过来。一个穿着名贵西装的男人分开人群走出来，手里把玩着一把手枪。你就是船主。萧子苏看到那把枪，脸色瞬间变了。那把枪和我们之前给萧家2老防身用的一模一样。我问你话呢，你耳朵聋了吗？我示意苏子龙和安仙儿不要妄动，先稳住他。在他的人踏上舷梯的瞬间，我立刻收回舷梯，10几人无下子弹掉进水里。苏子龙和安仙儿瞬间出手。萧子苏走上前，说：“你对我爸妈做了什么？放了我，不然你们一辈子也别想知道他们在哪儿。”我走上前，威胁他：“谁想的办法能让你开口，我就给谁一张船票。你想不想试试？”昏暗的楼道里，一群幸存者面露凶光，围了过来。心思恶毒的人总会把未发生的可能往最恶毒的方向去想。落在这群人手里，死或许只能成为奢望。我说，就在楼上，顶楼最里面一间房，我把他们锁在里面了。我指向了人群中的2个人，张思蕊，还有你。老板，我叫陈崇，您有什么吩咐？现在就你们2个人拥有获得船票的机会，你们一起上去把人给我带下来。
你们的船票就能兑现。陈崇和张思蕊对视一眼，随即动身朝楼上走去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暗中的掌权者，一个足够圆滑，他们上去找人足够了。陈崇和张思蕊带着一对老夫妇从楼上下来。爸妈，你们没事吧？紫苏，你这丫头怎么到这里来了？这就是船主胡老板。伯父、伯母，你们先上船，船上给你们二位准备了晚宴。二老在女儿的眼神示意下，点了点头，通过窗户走向舷梯。赵忠在甲板上接应，事情搞定了一大半。我看向张思蕊和陈崇，招了招手，船上还有位置，谁想上船？我船上不养无用之人，谁有能力就站出来。一个女人抛着媚眼站了出来。我看向陈崇，你觉得她合适吗？不合适。那你也不合适了，你的船票没了。为什么？我需要的是听话的、能办事的聪明人，而不是单纯的聪明人。陈崇想要扑上来，苏子龙一脚踹入人堆。我转头看向张思蕊，你说她适不适合上船？不合适。很好，上船吧。张思蕊愣了一下，迈步走向舷梯。凭什么？大家的答案都是一样，你这是区别对待。我让她上船是因为她有底线。至于你，太聪明的人，还是自己试着活下去吧。我们一同朝舷梯走去。兄弟们，跟我上，把船给他抢了。冲上去9成9的可能会死，不冲上去，至少现在不会死。所有人都停住了脚步。我和萧子苏继续走向船，可就在这时，安仙儿对着陈崇的眉心就是一枪。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做出命令之外的行为。游艇内灯光温暖，香气扑鼻，美味佳肴就在眼前。窗外是酸雨倾盆，呼救声铺天盖地。这里是天堂，外面是地狱，而我是这天堂的主人。欢迎各位来到海洋之心，我叫胡优，是这艘船的主人。只要上了这艘船，我们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。晚宴已经准备好了，咱们边吃边聊。末世降临第9天，水位线来到43米。昨晚发生的事让我心里总有股不好的预感，但现在是验证运气的时刻。为了这一天，我特地囤了2天的黑蛋，就为了能来一发3连抽。要是出货了，就再发一张船票出去。我抬手敲下第一颗黑蛋，完美鲜豆，服用后可产生饱腹感，持续补充3个月内所需要的各种能量，可以栽种。这要是量产了，足够养活一个国度的人。我小心翼翼地将鲜豆放入空间，反手敲开第2枚黑蛋。礼泉之源，每小时能出产1升可以治愈外伤的礼泉，这简直是给步步救命用的东西。我激动地看向第3颗黑蛋，直接敲死。金色传说，海神眷顾，一把无视地形、无需鱼饵、抛竿后必定中竿的鱼竿，还能获得经验升级我的船，这下发达了。沈山一脸慌乱地冲了进来，不好了，出事情了。沈山一向是最稳重的人，连他都这样慌张，该不会是谁底下冒出来个哥斯拉吧？什么事？你出来看了就知道了。都让胡老板来了。只是一眼，我也呆在了原地。生崽了，而且是一夜之间，这已经不能用离谱来形容了。我立刻查看面板，发现养殖系统不知何时开启，所有牲畜生长和繁殖效率全部加100%。嗨，这都是正常现象，不用惊讶。走吧，先回去吃早饭。胡老板，你就答应我吗？我就解剖一只，哪怕是一只鸡也好呀。这可是生物学上的奇迹呀！大小姐，你是中医，怎么还玩上解剖了？我不能让他知道养殖空间的事，一旦暴露，会引来无数争抢。我掏出那粒完美鲜豆递给他，这样吧，这粒种子你种进去，什么时候它开花结果，我就让你解剖。好吧，不许反悔哦。我来到甲板，取出海神的眷顾，对着水面抛出了第一杆。哟，胡老板，钓鱼呢？你就不担心钓上来什么奇怪的东西？我感觉到手里传来一股拉力，但并不强。我只是看了一眼，下意识就想把鱼竿给丢了。晦气，是一具尸体，鱼钩正好挂在他的嘴里。胡老板不愧是胡老板啊，传说中的死人正口都能给钓上来。你再抛一次竿，理智不解，但还是照做，将尸体连着鱼线再次全力抛入水中。试试呗，万一真能用这玩意当鱼饵，钓上什么东西来？有东西吃钩了，力道太大，我刚握住鱼竿，整个人就被往前拽。我来。赵忠和苏子龙2人合力，2人开始缓缓走，像特么的鲸鱼。5分钟后，2人力竭。不行，这鱼力气太大了。鱼雷，瞄准，发射。半个小时后，这条变异鲢鱼总算被拉上了甲板，它的鳞片连子弹都能弹开。紫苏，你不是想解剖吗？要不先从这东西开始。
变异晶石，服用或镶嵌后可提升变异概率。快把这玩意放下！我立刻冲进临时医疗室，第一时间将变异晶石收入空间之中。胡老板，前方船舶发来无线电，想用500金鱼或交易一部分物资。让他们过来，我要先验货。这说法怎么有些耳熟？随着对方越来越近，我看着船上那些熟悉的面孔，眼中泛起一抹恨意。末世里，任何不请自来的船只都意味着危险，尤其是在这种天气下，对方来势汹汹，不像是来做交易的。非战斗人员撤离，其余人拿好武器。老板，要不你也进去？不用，我要是进去了，他们跟谁谈生意呢？并警告，船舶正在遭受攻击，是否启用防护系统？防护系统有点意思，不过先看看情况。万一这系统太猛，把他们全杀了，岂不是浪费了？喂，小鹿儿，上面情况怎么样？靠，都上去，我倒要看看上面是什么东西。1分钟后，7个精壮汉子整整齐齐地跪在我面前，任由暴雨冲刷。人齐了。刚刚是谁说要跟我做生意的？哥，咱们就是上来谈生意的，您这是干嘛呀？谈生意？你们那疙瘩都是这么谈生意的？说实话，我们看您的船极其奢华，想朝您借一点物资，我们这也是没办法了。船上太多人了，单靠那些鱼货根本不足以吃饱。打劫就打劫，被抓了还想着讨要物资，脸皮真厚。只要您肯给我们物资，不管让我们做什么都行。什么都行？什么都行。我需要的不是物资，而是人才，特别是建筑和养殖方面的人才，总不能一直待在船上。眼前这群人正好可以利用。好，你们派2个人在金陵城里给我找2个人，只要能做到，我可以放过你们，还给你们报酬。如果找不到，你们的船我要借用一下。您说想找什么人，咱肯定给您办到。建筑、养殖，你们只有3个小时。打发络腮胡去找人后，我对他那艘船越来越好奇。他口口声声说船上人太多，养不活。我倒想亲眼看看一艘船上能有多少人。子龙，陪我走。对方的轮船甲板上空无一人，只有一些简易的渔具和几桶个头很小的渔获。如果船上只有7个人，这点渔获绰绰有余。看来络腮胡没有说谎。我给了手下苏子龙一个眼神，他立刻回应，持枪警惕地走向船舱。苏子龙一脚踹开船舱门，持枪冲了进去。里面很安静，没有任何打斗声。几秒后，苏子龙走了出来，表情极其古怪。胡老板，还是你自己来看吧。我快步上前，朝船舱内看去。船舱里没有凶神恶煞的劫匪，只有几10个孩子，全是孩子。他们惊恐地挤在一起，最大的看起来也没超过10岁。我瞬间头皮发麻，半大小子吃垮老子，难怪他们要去打劫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就不上这艘船了。现在看见了，总不能真不管吧？胡老板，你这也太小气了些吧？就1盒，你懂个屁！安静看着，1盒蛋挞4枚，根本不够分。我就是想看看，面对诱惑，这群孩子会怎么选择？是互相争抢，还是懂得谦让？一个拿着匕首的小男孩走了过来，他是这群孩子的头。我们船长呢？他还有事要办，短时间内不会回来。我们是他的朋友。不对，你们是那艘游艇上的人，他没回来，你们却下来了，证明他们在你们手里了。这盒蛋挞是你们用来试探我们的吧？我惊了，这孩子年龄比布布大不了多少，逻辑竟然能缜密到这种程度。你们没有回答，代表我猜对了。现在我是这艘船的船长，你有什么需求可以直接和我谈判。小朋友，现在不是看我有什么条件，而是看你能给我什么，来换取你们的命。船，这艘船包括船上的所有资源都留给你们，我只要船上的4艘救生艇。不够。不妨告诉你，船长是有我们的人，只要我身后的人按响警报，他就会操控这艘船撞向你们的游艇，到时候鱼死网破，谁也讨不了好。那个叫关里的孩子简直是天生的领袖，他不仅没有让孩子们分满蛋挞，还组织他们修好了被踹坏的舱门。3个小时的期限快到了，我先去接人。我立刻对那个老者使用了探查术，
大佬，这绝对是国宝级的大佬。方老，您怎么在这里？小沈，来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方素元方老，我国著名的农业专家。这位是无忧，这艘船的船主，也是我现在的老板。老板，听说你犯了错被开除了，居然给一个公子哥当保镖。方老，我希望你能加入我们，不管有什么条件，你都可以提。老头子，我孑然一身，没什么想要的，我就是想看看是谁在这种情况下还想到找我这种人。怎么，你是想在你游艇上开养殖场？别做梦了！不愧是毒蛇，一开口就是连喷。不过，这种真正的人才，我必须留下。你带他去那儿看看。方老，您还是先跟我来吧。胡老板，听说你这里招人啊？招人不招垃圾。这家伙面板上全是些基础技能，性格还远高于顶，纯属浪费粮食。哪儿找的丢哪儿去。凭什么？是你们把我找到这里来的？凭什么看了一眼就不要我？就凭我是船主。理智，送客。胡老板，您有什么吩咐？船舱里的孩子是怎么回事？哎，这件事说来话长啊。那天周六，我接了个旅游团的活，没想到雨越下越大，大部分孩子的家长都没能来接，这一等就是9天。胡老板，我是个粗人，确实生了坏心，我别的不求，只求您放过那群孩子。人心自有善恶，为了那一船的孩子，他会去抢夺别人生存的资源，很难评价他的对错。船上还有人在等你，你先去跟他们打个招呼，带那个叫关里的孩子上来，我有话要跟你们说。下午我就把轮船上的事告诉了大家，想征询他们的意见，结果这帮人都让我自己决定。如果那孩子把蛋挞留下了2个，你怎么办？一盒蛋挞4个，留1个证明他有感恩之心，值得投资；留2个代表他很清楚自己的定位，也懂得收买人心，代表2个群体一方一半。如果他真能这么懂事，船上也并不是没有他的位置。络腮胡从船舷探出头，怀里抱着关里，而关里怀中则抱着那个完好无损的蛋挞盒子。我猜错了，先前是我误会了您，对不起。我顺势打开盒子，4枚蛋挞安然无恙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怕我下毒？您给我们蛋挞是怜悯也是恩赐，我们不吃是因为不能贸然处理这么珍贵的礼物。我现在还给您是向您致谢，这是我们船上最好的食物，也是我能拿出最好的礼物。圆滑，太圆滑了，我还是小看了这个9岁的孩子。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登上这艘船为我做事，你愿意吗？不愿意，我来了，对您的好处忽略不计，我走了，对他们将是灾难。他在逼我把所有人都留下来，他们都能留下来。告诉我，你是从哪里找到这些东西的？奇迹，简直就是奇迹呀！快说，你从什么地方弄到这些东西的？只要您能留下来，这些东西的培养都交给您，而且我还会给您一些意料之外的惊喜，比如这个，方老可以品尝一下。故作玄虚。鲜豆入口即化，他可是有2天没进食了，饥饿感瞬间消失了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鲜豆，1颗能满足一个成年人1个月的消耗。这还只是劣等品，优等品已经栽种在大棚里了。我同意加入。我办这场派对可不是东西多到吃不完，而是准备进行第1场考验。那么多东西，你就只吃这个？先吃这个，总不能浪费了不是？那你觉得他们会浪费吗？不会，饿过的人都知道食物的珍贵，而且上船之前我就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。一切都走上了正轨，有了方老这位大佬，还有关里这样的未来领袖，再加上几10个孩子作为新鲜血液，未来的城市有了雏形。末世第10天，秩序早已崩坏，在这些幸存者眼里，我的游艇海洋之心是唯一的诺亚方舟。你可算是醒了，你要是再不醒，我都要进来叫你了。你这眼睛，昨晚偷牛去了？那位方老3点就去大棚了，谁敢去偷啊？我备了1晚上课。现在什么情况？从今早5点开始，就有人陆续过来，目前还没人上船，也没有对船造成损失。他们想赌一把，赌船主的仁慈，可惜他们赌错了。鸣笛警告，5分钟后开船，出现任何事情，我们不负责。所有人注意，5分钟后开船，请尽快离开，否则一切后果自负。我拿出洗漱用品开始刷牙，看着水面上的骚动，我有些奇怪，这水下的怪鱼去哪了？竟然能让他们安然游过来。船主，出来，让我们上船。我出来了，你们要干嘛？
让我们上船。也不是不行。你们之中谁懂建筑学？精通构图的举手。超过70%的人举起了手。哼，人性。我掏出 AK， 对着无人处的水面开了一枪。我再说一遍，有就举手，不然你们也不想在水里中弹吧？我看过他们的面板，技能只是精通，性格也靠不住，养不熟的狼。可惜了。警告！警告！船舶正在遭受攻击，是否启用防护系统？我给了他们5分钟的活命机会，他们却用这个机会来钻我的船，给脸不？老板，就放任他们这么钻船？放心，船不会有事的。不用开船了，我走向昨天钓鱼的位置，随手取出鱼竿。海洋之心的耐久度还是100%，他们的攻击不过是刮痧。他们不知道，我钓的从来都不是鱼。死人了！好啊，水里有东西。只有上船才有活路，快把船凿开！我将鱼竿插入甲板上特制的洞口，利用整艘游艇的重量和水下的怪物博弈。只要鱼竿不断，鱼线不断，它就跑不掉。我靠，吃钩了！昨天不是没鱼了吗？或许是他刚好游过来了呢。赵忠不信我的鬼话，但他什么也没问，只是默默站在我身边。水面下的巨大黑影快速游动，不时有人被拖入水中，血染水面。求生的欲望让他们彻底疯狂，幸存者分裂成2派，一派想抢下冲击钻救船以换取生机，另一派则坚持凿船。2派人在水中爆发了惨烈的厮杀。我看向赵忠，有把握把这鱼钓起来吗？赵忠伸手去拿鱼竿，刚一入手，巨大的拉力差点将他整个人拖下水。搞不定，这玩意比昨天那条鱼还要恐怖。那就先溜着。5分钟到了，准备开船。靠近船舷的人群被巨大的水流卷动，水性差的直接被卷入船底，生死不知。至于那条上了钩的鱼，就让它跟着游艇，做个免费的护航员吧。今天是末世第10天，水位上涨到了50米。根据上一世的记忆，水位还会迎来一次前所未有的暴涨。我必须在剩下的10天里找到足够的山峰作为基地，并囤积足够的人才。可放眼望去，除了水还是水，想找到合适的山峰太难了。我正感叹时，视野尽头终于出现了一座山峰的轮廓。我拿起望远镜，准备下令靠近，但下一秒我愣住了。通过望远镜的视角，山顶上赫然排列着10几座巨大的投石器，摆臂至少3米，里面装填着石块。这是谁在末世里玩起了塔防？远处的小山上，10几座投石器静静矗立，能搞出这种东西的人绝对精通建筑学。或许我要找的人就在那座山上。我立即下令游艇调转航向，暂时远离。沈哥、子龙，你们2个跟我走一趟。我给留守的萧子苏和李治等人留下了武器。随后我带着沈山、苏子龙和安仙儿分成2艘摩托艇，朝那座小山开去。刚一入水，我就察觉到不对劲，那条被我溜了5个小时的鱼没动静了。游艇上的赵忠开始收竿，将一条体长近5米的变异鲟鱼钓出水面。鲟鱼的腹部有一块半米左右的恐怖咬伤，这片水域底下有更恐怖的东西，都小心一些。加快速度，有东西上来了！一条至少2米宽的巨大水蛇冲出水面，带着漫天水花朝我们砸来。这东西也变异了，我立刻掏出 RPG 上弹，对准水面。那条巨蛇没有再次冒头，而是紧紧跟在摩托艇后方，准备从水下偷袭。我顾不得暴露，直接对着水下的黑影扣下扳机。还好，他的速度慢下来了。我再次装填炮弹，但对方却停了下来，缓缓潜入深水，消失不见。是放弃了，还是在忌惮什么？我们不敢停留，全速航行。终于靠岸，我将摩托艇收入空间，心有余悸地看着水面。那条近20米长的巨蛇黑影再次浮现，但它没有靠近小山，而是开始围绕远处的游艇绕圈。它不敢靠近这座山，看来山上那些投石器就是为它准备的。先上去看看再说。我们一路朝山上走去，发现整座山上布满了各种陷阱。从陷阱规模看，山上至少有上百人。我让众人收起长枪，只留下手枪防身。快到山顶时，我们被发现了。10几个手持木质长枪的人从丛林里冲出，将我们包围。什么人？马上离开这里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这么暴躁，看来和平谈话是行不通吗？我正准备打手势让沈山他们动手，一个清脆的女声响起：“是有人来了吗？”你好，我叫苏玲珑，是这里的管事。我一个大探测术丢过去，他的面板浮现眼前。史诗建筑，史诗领袖，性格却是圣母怜悯。有意思，我们是想跟着那艘游艇的，但对方不收。看到这有座山，就想过来碰碰运气。那你们运气真好，可以加入我们，只要工作就不会饿死。苏小姐，山上人实在是太多了，不能再增加了。人不是越多越好吗？
李大叔，这群人就麻烦你了。在一名叫小易的年轻人带领下，我们了解了这里的规则。通过完成任务赚取贡献积分，再用积分兑换食物，直到中午开饭，我才明白他们的食物是什么。我带着几人悄悄躲到树林里，拿出汉堡开想放，刚准备吃，就听到了不远处的密谋。那个蠢女人还招人进来，我们的东西都不够吃了。李哥，防御工事也差不多了，什么时候和那个女人摊牌？就今天晚上我们就让她好好招待我们。他们竟然想造反！苏子龙询问我是否动手，我摇了摇头。对付圣母，必须让他亲眼看到现实的残酷。对了，李哥，今天新来的那个女人，他们在说安仙儿，给你们了，到时候别给我掉链子。到时候别弄死了就行。入夜，我用可以多打苏子龙2顿作为条件，成功说服安仙儿去保护苏玲珑。都听我指挥，保准你们以后有饭吃，有水喝，还能解决你们最基础的生理需求。李哥威武！记住，擒贼先擒王，先抓到苏玲珑。谁？你们干嘛？救命！苏小姐，苏小姐，快醒醒啊！漆黑的山洞外，火光在洞口摇曳，隐约传出嘈杂人声。苏玲珑的圣母心是她的优点，也是她的致命弱点。不让她亲眼看到人性的恶，她是不会真正成长的。我需要一把刀，一把足够锋利的刀，而她有这个潜力。我背靠着山壁，闭目养神。现在进去吗？不着急。我看向洞口，洞里那群乌合之众手里的武器很粗糙，伤不到安仙儿。现在进去效果不够，我要的是彻底的转变。火光昏暗，一群男人手持削尖的木矛，将一群女人围在中央。女人们捂着嘴，惊恐地看着前方。李斯丢掉手里的长矛，搓着手，一步步逼近苏玲珑。苏玲珑将安仙儿护在身后。李斯，你想干嘛？苏小姐，我也不跟你废话了，你现在就只有2条路，要么乖乖听话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人。你做梦！很好，有骨气。那这第2条路吗？李斯转身指了指被围困的女人。正好我们缺食物，你说我从哪一个开始解决呢？李斯抬手一勾，一个男人将一名中年妇女推了出来。你确定选第2条路？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救下的人会这样对他。李斯掏出匕首，反手捅进中年妇女的腹部。闭嘴！李斯给手下一个眼神，又一个女人被带了出来。第2遍，你确定选第2条路？那个女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朝苏玲珑磕头。苏小姐，求求你救救我！只要你点个头，我就不用死了。人群中绝大多数女人都跪倒在地，哭着哀求。跪倒一片的女人中，只有一个叫小薇的女人还站着，直视着苏玲珑。李斯杀掉第2个人，将小薇推到前面。李斯将带血的匕首搭在小薇的脖颈上。第3次，你确定要选第2条路？苏小姐，我们不能陪你走下去了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。小薇主动朝前，脖子在匕首上用力划过。苏玲珑看着小薇的尸体，身体颤抖。李斯再次抓来一个女人。你确定选择第2条路吗？苏玲珑缓缓抬头，视线死死锁在李斯身上。对，我选第2条。你有本事就杀了所有人，要么直接杀了我。想要我臣服，不可能。很好，圣母这个标签终于从他身上消失了，可以行动了。洞内，李斯举起匕首，准备再次杀人。好，那我就杀给你看。我走出山洞，打了个响指，一层现代化的楼房凭空出现。鬼啊！让他安静点。为了不吓到苏玲珑，我特意在门口等他。毕竟这凭空变出一层楼的场面，确实有点惊世骇俗。苏玲珑搀扶着韩薇薇走出山洞，两人看到眼前的楼房，呆立在原地。别愣着了，有什么疑惑进来再说。苏玲珑和韩薇薇对视一眼，他们冲进房间，看到泡面、火腿肠和煎蛋，再也对不上眼，狼吞虎咽起来。您到底是什么人？神仙，您一定是神仙。我笑了笑，提出了我的要求，很简单，我希望你能加入我的团队，我需要你为我打造一些建筑。我愿意加入，不过他要跟我一起。韩薇薇的面板我看过，是个全能的教师人才，我自然不会拒绝。我随手一挥，桌面上凭空出现了全家桶、牛排等各种美食。我转头看去，窗外围满了之前山洞里的女人，他们疯狂地敲打着玻璃。这群人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他们已经跟我没关系了。几个女人已经拿来了长矛，开始一下下地捅着玻璃。我看着角落里的投石机，心里有点没底。子龙啊，你这弄的防弹玻璃，防投石机吗？老板，那只是玻璃，不是特么的钛合金。暴雨中，一群女人正吃力地转动着投石机的方向，准备装载巨石。合金门打开，我撑着伞走了出来。
沈山几人跟在我身后，山洞里剩下的男人也跑了出来，和女人们站在一起，虎视眈眈。绝大部分人看到我身后的现代化楼房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神仙，活神仙啊，求您救救我们！但总有那么一小撮人，把我的退让当成是懦弱。G 的神仙，他怕了，快把食物交出来，不然就砸了你的房子。两拨人开始激烈吵架，但没人敢先动手。我笑了笑，淡淡的吐出2个字：安静。我从背包里取出1箱方便面，放在脚下。食物我有的是，只要你们所有人都能忍到明天早上，不碰这里任何东西，那你们将获得1人1箱方便面。如果有人违背了规矩，你们不仅得不到食物，还将面临惩罚。我说完，便带着众人回了房间，将李斯的尸体丢在了方便面旁边。我拉上窗帘，打开了屋外的监控，屏幕上那群幸存者面面相觑，欲望与理智在他们脸上交战。你们真的相信他？每人1箱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们就把这箱吃了，再用投石机砸烂他的房子，把他绑起来，还怕没吃的？一个壮汉率先走向那箱方便面，打倒了阻拦他的人。还有谁想吃面的？跟我一起。他撕开1包方便面，直接将面饼往嘴里塞，瞬间所有人都疯了，他们一拥而上，为了几口面饼大打出手，秩序彻底崩溃，从抢食演变成了暴乱，拳脚不断落在身边的人身上。监控中，一人挣扎着爬出人群，坐上了投石机，瞄准了混战的人群。清晨，雨水冲刷着山顶，昨夜的血迹已经淡去，但空气中依旧弥漫着血腥味。幸存的几十人跪在楼前，任由暴雨砸在身上。昨晚那些没抢到方便面的人，最终还是对同伴的尸体下了手。韩薇薇大概是看到了那一幕，一早上都心神不宁。我带着众人准备下山，合金门刚一打开，一杆长枪就刺了进来。沈山、苏子龙、安仙儿同时出手，门口埋伏的5、6个男人瞬间倒在血泊中。我摇了摇头，看来这群人是没救了。我随手将28楼收回背包，带着众人径直朝山下走去，无视了身后那群幸存者或惊恐或怨毒的目光。胡老板，那群人你不处理了？处理？你想怎么处理？让他们永远安静下来。我有些惊讶地看了他一眼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先下山，待会儿你就明白了。我们来到山脚，水面已经淹没了曾经的道路。为防万一，我先用望远镜观察了水面，确认上次那条水蛇不在附近。我取出2艘摩托艇，众人依次坐上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我将手触摸在山体上，收。山呢？我们那么大一座山呢？神啊，救救我们吧！就在幸存者们在水中挣扎呼救时，水面下一个巨大而狭长的黑影正朝着他们缓缓靠近。一声凄厉的惨叫，一个活人被瞬间拖入水下。也不知那条蛇是不是有毛病，放着眼前一堆食物不吃，偏偏朝着我们追了过来。或许他还记着上次 RPG 的仇。我从背包里取出 RPG 丢给安仙儿，他接过后反手就是一发，炮弹命中了水蛇，但只能稍微减缓它的速度。我们摩托艇上多了2个人，速度受到了影响，水蛇离我们越来越近。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，我从背包里取出了海神的眷顾鱼竿。哈哈，你们看那个神仙，这时候了还钓鱼，以为自己是姜太公啊！我用尽全力将鱼竿抛向水蛇后方，奇迹发生了，即将追上我们的水蛇竟然瞬间掉头，朝着鱼沟的方向游去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愣着干嘛？拧油门啊！在水蛇即将咬钩的瞬间，我将鱼竿收回空间，水蛇愣了一下，再次掉头朝我们冲来。我毫不犹豫，再次甩出鱼竿，这次的目标是远处那群还在嘲笑我们的幸存者。鱼钩落入人群，水蛇再次调转方向，冲入人群之中，开始大快朵颐。蛇来了，快跑啊！救命！危机解除。我刚上甲板，就看见一个身影坐在餐桌上疯狂地吃着东西。走近一看，居然是方素媛。方老，方老，你这是有新的植物种子吗？没有，没用的东西。方老塞了块肉，转身就朝着大棚走去。他快走火入魔了，自从上船就没离开过大棚，说是喝了大棚里泉眼的水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。警告！警告！船舶正在遭受攻击。我毫不犹豫，立刻启动了防护系统。一颗鱼雷从船身下方发射出去，正中水蛇腹部。已至！通知老汪，立即起航。前方的轮船发出鸣笛，开始加速前进，游艇紧随其后。我可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他。我操控着甲板两侧伸出的2门巨炮，对准水下的蛇身发射。炮弹再次击中巨蛇，水下的蛇身缓缓下沉，似乎是死了。为了庆祝新成员的加入，也为了押金，我们开了一场欢迎会。
苏玲珑和韩薇薇看着满桌的美食，吃得泪流满面。午饭后，汪船长带着苏玲珑去轮船上考察，规划防御工事的建造。可我很快就收到了一个坏消息。我看着苏玲珑交上来的改造报告，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。我囤了大量物资，唯独忘了最重要的建筑材料——钢材和水泥。防御工事的搭建陷入了停滞。傍晚，2艘船终于抵达了彭城。彭城水位线比金陵更高，城市如同一座座孤岛。按照无线电的坐标，我们很快找到了目标——某讯大楼。我打开无线电台，怎么交易？见面细聊，我马上下楼，19楼见。游艇缓缓靠近大楼外立面，停在19楼的位置。谁是船主？都末世11天了，他还能保持这种姿态，确实罕见。他叫滕华，面板显示他是个精于算计、极其圆滑的家伙。您好，请问怎么称呼？我姓滕，您叫我小滕就好。我同他握手，请他坐下，随手推过去一瓶东方树叶。他看到这瓶神水时，表情管理差点失控，但还是拧开喝了一口。胡先生，数据库就在顶楼，随时可以搬下来。不知道您具体打算怎么交易？除了数据库，我还要东面那栋楼。哈哈哈，胡先生真会开玩笑。我冷着脸看着他，船舱内瞬间寂静，滕华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无比凝重的表情。不知道胡先生打算怎么搬走？这个你就不用管了，我只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把数据库给我，我让你上船；第二，东西给我，我给你指一条活下去的明路。明路？一条能让你或者带着你身后那群人活下去的明路。该怎么选，看你自己。胡先生，能不能让我考虑考虑？今晚10点前给您答复。他显然想留下来多观察一下船上的环境，但我没给他这个机会，直接起身送客。老板，你说他会选哪条路呢？我看着滕华离开的背影，嘴角勾起一抹弧度。如果我是他，2条路都不会选。我会选择第3条路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想办法抢了这艘船。滕华对着眼前的6人摇了摇头，表示谈判不顺。不如干他一票，趁着夜色摸下去，我们有把握突袭上船。对方给的期限是晚上10点，来不及的。估计只能用那个方案了。众人陷入沉默。一个秃头男人最终开口：“您确定吗？那个方案只能使用1次，而且会让我们放弃20到22层。”确定？那艘船值得我们冒险？现在投票表决，包括滕华在内，6只手臂瞬间举起。计划通过，暂定晚上9点半执行计划。我早就料到他们会狗急跳墙，所以也提前做好了准备。时间指向晚上9点25。某讯大楼21楼的一处玻璃猛然炸开，一道巨大的黑影从破碎的窗户里窜了出来，像一颗炮弹朝着游艇甲板砸来。天色太暗，根本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。紧接着，从20楼到22楼，一侧的玻璃几乎同时碎裂，数十个黑影如下饺子一般从空中坠落，重重砸在甲板上。警告！警告！船舶正在遭受攻击。甲板上是几十个身高2米、骨骼隆起、眼睛泛着绿光的类人怪物暴走者。这些家伙就像是当初李强的加强版，恐怖太多了。怪物们嘶吼着朝我所在的船舱冲来。老板小心！安希尔反应极快，拎着我的衣襟将我向后一提。他抬腿一脚，高跟鞋直接穿透了第一只怪物的腹部，将他踢飞出去，撞成一片。我顺势从背包里摸出 RPG， 对着怪物群直接开炮。安希尔接过我递过去的一桶燃油，奋力丢进怪物群中，火势瞬间变得更大。暴雨依旧，我不知道是火先灭，还是怪物先死，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苏子龙，启动准备好的东西。好嘞。暴雨之下，甲板上的火光很快熄灭，大部分怪物都被烧成了焦炭，但还有3头跟在后面的怪物完好无损。接下来的一幕让我头皮发麻，那3头怪物竟然冲到同类的尸体前，开始大快朵颐。吃完后，3头怪物统统锁定我们，3发 RPG 同时命中，可这一次他们竟硬生生抗住了炮弹的爆炸，只是晃了晃。甲板上正在变异的暴走者将另外2头同伴压在身下，疯狂砍打，趁着他还没完成变异，集中火力连发数次 RPG， 爆炸的冲击力让他渐渐被反向压制。最终3头暴走者在内斗和我们的炮火下同归于尽，甲板上总算安静了下来。我们的无人机群已经扫荡到了24楼，楼里的人彻底陷入了恐慌。滕华的身影出现在24楼的窗口，他正声嘶力竭地冲着我们大喊：“胡老板，误会，都是误会啊！我们错了，交易可以继续。”我没有理会他，而是重新躺回懒人沙发，翘起2郎腿，用口型对他说了一句话：“跪下求我。”楼上的滕华看到后，毫不犹豫地跪了下来，对着下面疯狂磕头：“求您了，求您赶紧停下来吧！”我示意苏子龙停下无人机的扫荡。我通过船舶的通讯系统对着整栋楼发声，告诉他们交易可以继续，但前提是他们得收拾好我甲板上的烂摊子。大楼内，滕华起身想命令手下去清理甲板，却发现没人听他的了。
作为领导者，你显然不合格，我提议换一个楼主。瞬间，周围32个人同时举手。你们好，很好。藤华的表情变得狰狞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管绿色试剂，似乎想孤注一掷。一架无人机出现在窗口，枪口还冒着青烟。藤华眉心中弹，缓缓倒下。无人机上的小屏幕亮起，里面是我坐在懒人沙发上的身影。我的声音通过无人机传遍整个房间。现在谁能做主？林素极其自然地上前一步，面对着无人机的摄像头。我可以做主。我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。我告诉他，数据库和甲板都要处理好。林素立刻躬身回应，表示马上照办。很快，在无人机的监控下，几个年轻漂亮的女性被派来清理甲板，众人则开始接力搬运存储器。我带着沈山和安仙儿，跟着林素来到大楼内部，存储器整齐地摆放在那里。胡先生，都准备好了。我迈步上前，当着林素的面，抬手将存储器收入空间之中。林素的瞳孔瞬间瞪大，但她很聪明，什么都没问。你比藤华聪明。我走上舷梯，转头看向留在原地的林素，她表现得足够聪明和顺从，所以我决定给她一个回报。这也是我们新的交易。等到第18天，水位会以你难以置信的速度继续上涨，一直持续到第49天。暴雨停止，这颗星球将彻底成为水的世界。多谢胡先生指点。我回到游艇，海洋之星缓缓启动。在某讯大楼众人的注视下，游艇开到另外一栋楼前。我抬起手，整栋大楼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上千人在水中挣扎求生。林素看着这一切，心有余悸。他刚准备去开会，就看见水下的黑影。那条巨蛇再次出现，吞噬了水中的幸存者后，便朝着我们离开的方向追去。游艇船舱内，我收到了林素发来的无线电警告，有蛇跟在你们后面。我立刻下令，游艇航速拉满，朝着新的目的地玉京全速前进。我顺手把海神的眷顾鱼竿塞到苏子龙怀里，子龙，来钓鱼。暴雨依旧，巨大的水蛇黑影在游艇后方紧追不舍，却始终保持着一个微妙的距离。苏子龙双手死死握住海神的眷顾，满头大汗，整张脸都憋得通红。鱼线绷得笔直，连接着远方的水蛇。老板，我快撑不住了，这玩意儿就是逗咱们玩的，他不上钩也不走。苏子龙已经这样遛了他1个多小时了，这畜生狡猾得很，知道鱼钩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，但又凭借着巨大的力量和我们僵持，不断消耗我们的精力。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地方了。我看着手里的声纳探测仪，上面显示我们正在靠近一处极深的海沟。根据上一世的记忆和刚刚到手的数据库资料，这片海域下沉睡着一个远比这条水蛇更恐怖的存在。我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狗咬狗。我从空间里取出之前那条变异鲢鱼脑中的变异晶石，走到苏子龙身边，松手。我将那颗散发着淡蓝色光芒的晶石死死绑在鱼钩上。晶石入水的瞬间，身后那条巨蛇像是疯了一样，瞬间放弃了所有拉扯，朝着鱼钩的方向猛冲过去。它上钩了。老板，它冲过来了。开船，全速前进。游艇在海沟边缘停下，被晶石吸引的巨蛇已经彻底疯狂，巨大的身体在水下翻江倒海，拖拽着整艘游艇。时机到了，所有鱼雷锁定海沟底部，无差别发射，给我把它叫醒。数枚鱼雷脱离船体，径直扎入深不见底的海沟之中。几秒后，一阵阵沉闷的爆炸声从海底传来，整片海域都仿佛沸腾起来。紧接着，一只比我们游艇还要巨大的、布满吸盘的惨白色触手猛地从海沟中伸出，抓住了正在水下挣扎的巨蛇，将巨蛇拖入了黑暗的深渊。海面恢复了平静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但所有人都知道，刚刚那短暂的交锋意味着什么。主峰最高，也最适合作为基地，但当我们靠近时，才发现那里早已被人捷足先登。这里是玉京幸存者基地，我是这里的指挥官雷鸣，请表明你们的身份和来意。路过的。很好，现在我命令你们立刻将船只靠岸，交出所有武器和物资，接受我们的统一管理和分配。重复，这不是请求，是命令。果然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傻逼。我笑着答应了他的要求，并提议双方首领先在一座较小的副峰上进行交接仪式。雷鸣欣然同意。小子，算你识相。现在把船的钥匙还有你身上所有东西都交出来。雷上校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选你这座山作为基地吗？因为这里是最高的，这都看不出来。收。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选这里了吗？因为我看上了你的山，你的整座山。恐惧是最好的谈判筹码。半小时后，雷鸣带着他所有核心部下跪在了我的面前，无条件投降。苏玲珑，这座山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，你来设计。苏玲珑看着眼前这座现代化的楼宇和数据库里无穷无尽的图纸，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。老板，
给我1个月，不，半个月，我给你建一座天空之城。苏玲珑利用数据库里的先进技术，指挥着工人们制造模块化建材，一座未来城市的雏形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拔地而起。方素媛则带领着另一队人在山体上种下了完美仙豆。方老，累了吧？吃个蛋补补。恭喜您获得史诗级道具世界树的种子幼苗期，种植后可优化环境、净化水源，并缓慢扩张土地面积。这是神迹。末世第18天如期而至，城市里的所有居民都聚集在巨大的落地窗前，看着海平面以恐怖的速度疯狂上涨。曾经的玉京群岛，一座接一座的被彻底淹没，只剩下我们这座最后的孤峰。他们脸上是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对我的发自内心的敬畏。开门，让我们进去。我们都是人类，你们不能见死不救。再不开门，我们就自己打进去。我出现在城市的巨型屏幕上，俯瞰着下方如同蝼蚁般的人群，下方瞬间安静了。他们认出了录像里的人，就是他们自己。我的城市不收垃圾，水位还在上涨，很快就淹没了他们最后的立足点。求生的本能让他们再次疯狂，开始冲击城市的防御工事。不是我残忍，而是我知道廉价的善良只会孕育出最极致的邪恶。今天是旧世界的审判日，世界变成了一片望不到尽头的汪洋，而我们的苍穹市就是这片汪洋之上唯一的，也是最璀璨的文明灯火。城市的一切都走上了正轨，他们是这个新世界的第一代新人类，食物再也不是问题。恭喜宿主完成最终任务文明的火种，海洋之心系统开始最终进化，进化为文明之火系统。您将获得本世界的最高管理权限。所谓的系统，或许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让我一个人活下去，而是为了给整个文明留下最后的火种。数月之后，苍穹市在世界树的影响下，陆地面积已经扩大了1倍，成了一座真正的海上神国。我站在城市的最高处，萧子苏从身后轻轻抱住了我。在想什么呢？在想我们的孩子出生后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。萧子苏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她已经怀孕了。在她的实验室里，利用变异生物的基因和理权之源，新人类的进化之路已经被她开启。我的团队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城市，我曾经在梦里失去了一切，而现在我拥有了整个世界。巨大的海洋之星号游艇静静地停靠在码头，它已经被改装成了远洋探索舰。老板，一切准备就绪，随时可以出发，去喜马拉雅山会我们的新邻居了。不急，我示意他看向城市中心，以关里为首的少年团正驾驶着飞行器在城市上空巡逻，他们的眼神坚毅而自信。这座城市已经有了新的守护者。我独自一人来到市中心的广场，广场中央是下一个文明。